向阳笑着又摸了摸他的头。谢谢萌萌，感情上的事别人是帮不上忙的。他摸了2次杜雨萌的头，那动作亲昵得很。看在战一阳的眼里，他恨不得将向阳的手剁下来喂狗。战一阳都还没有摸过杜雨萌的头呢，他顶多就是拉过杜雨萌的手。杜雨萌顶着百变狐狸这个马甲石，2个人多次交手，是近过身，却没有做过亲昵的动作。战一阳吃醋还吃醋，并没有冲动到上前推开向阳。向阳的妈和杜太太是好闺蜜，2个人认识的时间比她长。战一阳现在不占优势，不会随随便便就对情敌出手。他非但没有冲上前去推开向阳，反而默默地拖着向阳的行李箱跟在2个人后面走着，体贴的没有打扰2个人久别重逢后的闲聊。不久后，杜雨萌带着2个男人进了一家快餐馆，3个人坐了下来。战一阳将向阳的行李箱推到了向阳的身旁，让向阳自己看好行李箱。3人各点了1份快餐。在等待的时候，向阳看向战一阳，问道：战氏集团的生意做到了海市？战一阳答：有点小生意在这边，我大哥让我过来开拓市场，做大在这边的生意。实际上他什么都不用管，只需要追妻就行。不过在情敌面前，战一阳不会那样说，可得维护一下自己的精英形象，免得被向阳比了下去。从杜雨萌的嘴里，他知道向阳是个归国精英，属于事业有成的人。向阳嗯了一声，说道：以后有机会咱们可以合作一下。好。战一阳爽快地答应。向阳哥，今天周6，你休息2天才上班吧？还没有上班，不要说生意上的事。杜雨萌给2个男人都倒了一杯茶水后，看了战一阳2眼，说道：战一阳这几天重感冒了，还没有彻底恢复，说话的声音还有点哑，向阳哥别和他说太多的话，听着他嘶哑的声音觉得刺耳。杜雨萌补充了一句。向阳笑着打趣他，说：你心疼他就直说。向阳哥理解的，不用这样说的，会刺伤战先生的自尊。战先生别放在心上，我们萌萌是个貌美心善的，就是说话有点心直口快，其实没有恶意的。向阳面上笑着，心里却明白杜雨萌对战一阳是真爱。想到自己对杜雨萌也没有爱意，只是把她当成妹妹看待。杜雨萌有了喜欢的男人，对方还挺优秀的，配得起杜雨萌，他理应替杜雨萌感到高兴才对。这样想着，向阳的笑容就真诚了很多。战一阳看向杜雨萌，眼神柔和，充满了深情。我知道雨萌是关心我，并非在刺伤我的自尊。他不想让他多说话，这样他恢复得快一点。杜雨萌说他一句：少往自己脸上贴金了。战一阳嘿嘿地笑。杜雨萌赏他一记白眼，还忍不住轻掐一下他的手臂。很快，3个人的快餐上来了。向阳看到战一阳的那份饭菜过于清淡，问道：战先生吃得这么清淡？管城那边的人都吃得很清淡，他感冒还没有完全好，还是吃清淡点的好。杜雨萌替战一阳回答的。见他处处都维护着战一阳，向阳便没有再说什么。3个人边吃饭边聊，主要是向阳和杜雨萌在聊。战一阳基本上插不上话，偶尔杜雨萌才会和他说几句话。杜雨萌的手机响了，他拿出手机看了一下来电显示，对向阳说道：是嫣姐打来的，她肯定是问你到了没有。向阳脸上的笑容连起了几分，飞机刚落地，我就发了朋友圈的，她应该知道我平安到达。杜雨萌瞪他2眼，顾着接听嫣姐的电话，先不说她。燕姐，我刚接到向阳哥，向阳哥平安到达。一开口，杜雨萌就告诉阿燕，他接到了向阳，让嫣姐放心。哦，我又没有问他怎么样，就是想着你周末休息有空，打电话和你聊聊天。嫣姐不承认自己是关心向阳。向阳的朋友圈她看到了，她既不评论也不点赞，看到他平安到达便划过。
但还是忍不住给杜雨萌打电话问问情况。嫣姐在心里自嘲，说要忘了向阳，可是她刚离开，她就想他，疯狂的想他，恨不得立即坐着飞机飞回来。想到向阳回来时都没有通知他，依旧是发个朋友圈，更不会让他送机。嫣姐的心又是阵阵的揪痛。向家现在不乐意她和向阳在一起，担心他家里会拖累了向阳。要不是向姨找到他，指责他老是跟向阳借钱，嫣姐都不知道父亲背着他跟向阳借了那么多钱。家里生意不好了，需要很多钱来周转，他所有存款也都拿出来给父亲周转生意用。因为父亲后来很少再提及资金链的事，嫣姐还以为自己家的生意熬过来了呢，没想到资金链依旧紧张。父亲陆陆续续从向阳那里借了很多钱，却未能力挽狂澜，如今公司快要破产了，还欠一大堆的债务。他于向阳来说的确会拖累他。向家所有人都不再赞成向阳和他在一起，嫣姐能理解也接受这个现实。只要是向阳从来没有向他表白过，没有说过爱他的话，在外人的眼里，他们是一对感情深厚的青梅竹马，他们俩相处的如哥们如好友，可能一直以来都是他自欺欺人吧。向阳可能真的不爱他，只是把他当成好哥们好友，他们是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，仅此而已。知道向家想与杜家结亲，嫣姐心里抽痛，却又希望向阳和杜雨萌能够幸福。是杜雨萌，她放心将向阳交给对方。我和向阳哥在机场的饭馆吃饭，现在已经是饭点，回市区还要1-2个小时，所以先吃点东西再回去。等我回到家里了，再和嫣姐聊聊。嫣姐有什么话想和向阳哥说的吗？嫣姐嘴硬地道：我是找你聊天，又不是找向阳，没什么话好说的。向阳都没有话对他说呢。那你们先吃饭，到家后你再给我打电话，咱们好好的聊聊天。行。嫣姐很快挂了电话。等嫣姐挂了电话后，杜雨萌瞪着向阳，向阳一副不知道自己哪里错的样子，不解地问着他：萌萌，你这样瞪着哥做什么？哥做错了什么？向阳哥没有做错什么，我算是明白嫣姐为什么会失望，为什么会说出将你托付给我的话了。你连打一通电话，发一条信息给他都不愿意吗？居然就发个朋友圈，万一嫣姐屏蔽你的朋友圈，他就什么都看不到。向阳本能地道，他应该不会屏蔽我的朋友圈吧？他要是屏蔽了我，他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了。战一阳听着两个人的对话，可以肯定这个向阳的在对待感情属于优柔寡断的人，这样的人或许对他的威胁不会很大，不过战一阳还是不敢大意，依旧防着向阳，视向阳为情敌。杜雨萌接过向阳的话，他说道：若是嫣姐屏蔽了你的朋友圈，说明他在拉黑删除你的边缘了。向阳的脸色变了变，他会变脸，就知道他心里是在乎嫣姐的。向阳哥也是，你若连一条信息、一通电话都不愿意打给嫣姐，说明你将嫣姐排除在你的生命之外了。你们俩真的要一刀两断，老死不相往来。向阳的脸色又白了一点，他没有想过与阿燕一刀两断，老死不相往来的，他就是心乱如麻，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他和阿燕之间的关系，所以不敢发信息，也不好打电话，才会发个朋友圈。想到阿燕每天都会看他的朋友圈，他发圈了，他也能看到，知道他平安到达，其他的他真的没有想那么多。雨萌，先吃饭吧，向先生这刚回来呢。你说的他都想马上就回去了。战一阳温和地提醒两个人先吃饭，吃饭的时候不聊生意上的事，也不要总说向阳和那个嫣姐的感情事嘛。杜雨萌叹了口气，看了战一阳两眼。战一阳秒懂他眼神的意思，吃饭吃饱了，我们回家。不过向阳哥，你想清楚后告诉我一声。
向阳看着他不语。杜雨萌说道：“我是很喜欢燕姐的，你对燕姐只有友情的话，那我就给我大堂哥牵红线了，撮合我大堂哥和燕姐在一起，我就喜欢燕姐当我的嫂子。向阳，你大堂哥还没有结婚吗？他比我还大几岁吧，就算没有结婚，也该有女朋友了。会不会是身体有毛病，还是喜欢男人？这么大年纪还没有结婚，你可不能给阿燕介绍不好的男人。”杜雨萌一脸黑线，我大哥好得很，他绝对是个正常的男人，燕姐是我妈的干女儿，也是我的干姐姐，我怎么可能会给她介绍不好的男人？我杜家的男人哪一个差了？他们不是没有本事，只是他们不喜欢接班而已。不好的男人，我还不介绍给燕姐呢。总之，像杨哥不和燕姐在一起，我就撮合我大堂哥和燕姐。不管燕姐家里公司出什么事，我杜氏集团都能拉一把。我不会让我大堂哥袖手旁观、临阵脱逃的。向阳，萌萌，你像杨哥不是那等无情无义之人，他已经倾尽全力帮助阿燕家里了。是他父母觉得阿燕家里生意不好了，担心会拖累他，不再支持他和阿燕在一起。母亲天天在他耳边念叨，他听得多了，就心烦，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加上他也没有看清楚自己的心，不知道自己对阿燕到底是友情还是爱情。纠结时，公司安排他回国接管国内的所有生意，他就借着这个机会想让自己冷静冷静，到底是爱着阿燕，还是真的只是朋友。听到杜雨萌说要撮合阿燕和杜家大少爷，向阳心慌，害怕失去，这让他有了一丝清明，认为自己对阿燕是有男女之情的，他是爱着阿燕的。战一阳说了句：“向先生，我从雨萌嘴里知道你和那位燕姐是20几年的青梅竹马，这么多年的感情肯定是有亲情，也有友情兼爱情的，只是种种情混在一起，让你理不清思绪，才会犹犹豫豫的。其实你只要想到和他断了，心里会痛，就能明白自己对他是什么感情了。若是爱一个人，那个人也值得你去爱的。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你们都可以携手并肩，排除万难在一起。反正我爱上一个人后，不管他怎么变化，他是什么身份，我都不会嫌弃，不会放弃。不管他遇到任何困难，只要我知道了，我都会想方设法帮助他解决困难。”战一阳说到后面，眼神炽烈地看着杜雨萌，等于在向杜雨萌表达他的心迹。杜雨萌不接他的话，也不看他，默默地吃他的那份饭。他不说话也没事，战一阳相信他是了解他的。三个人各怀心事，吃完了饭，战一阳去结的账，在餐馆略坐了几分钟后，三人才走出餐馆，步行着去停车场。战一阳依旧帮向阳拉着行李箱，默默地跟在杜雨萌和向阳的身后，还刻意放慢脚步，让两个人可以聊聊天。久别重逢嘛，会有很多话要说。他这样做也是让杜雨萌放心，哪怕他们在一起了，他依旧有着他的私人空间，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想与什么人来往都可以，他不会干涉。相信他也是个有分寸的人，不会做对不起他的事。上车后，向阳可能是没有休息好吧，很快就对杜雨萌说：“萌萌，哥先睡会儿，到你家了，你再叫醒我。”坐在副驾驶座的杜雨萌扭头看了他一下，嗯着，向阳哥休息休息，到家后我再叫你。向阳很快就跟着周公走了。车行了半个小时，战一阳才问杜雨萌：“你向阳哥睡着了？”杜雨萌又扭头看了看，答道：“是睡着了。”想说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挺好奇向先生和你燕姐的事。听你说他们是真正的青梅竹马，现在却闹了矛盾，是因为你燕姐家里生意出了问题。如果是这个原因导致他们俩没有走到一块儿去，多少都有点遗憾呢。杜雨萌叹口气，低声说道：“如果是这个原因，我还希望他们俩真正断绝往来，
因为向家已经嫌弃我燕姐了。就算向阳哥坚持下去，燕姐嫁入向家后，也会遭到公婆的嫌弃。不讨公婆喜欢的女人，在婆家日子不好过。除非不与公婆住在一起，不管发生任何事，老公都无条件站在自己这一边，否则很容易发生争吵，3天一小吵，5天一大吵的话，再好的感情也会吵没。战一阳不解的道：“你会这样想？怎么还劝着他们俩在一起？是不是担心两家长辈撮合你们俩？”杜雨萌笑他：“你就盼着是吧？少往自己脸上贴金了。我以前是爱过你，但你说了我不是你爱的人，咱们已经断了个一干二净，如今顶多就是朋友，我还是看在你奶奶的份上，才会对你好一点。雨萌，对不起。”战一阳没有过多解释，只道歉。他这样说，杜雨萌反而不好再说下去。我是想让向阳哥和燕姐都不要留下遗憾，好好的想一想，要不要一起面对摆在他们面前的困难。只要他们俩有决定共同面对的话，两家相交了几十年，双方的母亲都是几十年的闺蜜了。当2个人做出决定后，长辈也会尊重他们的选择。燕姐在向家也不会太难过的。燕姐家里的困难，我可以帮忙，不会让燕姐在向阳哥家里站不直腰的。一个是我哥哥，一个是我姐姐，2个都很重要。战一阳恩着，也是。感情上的事，若错过了，真的是一辈子的遗憾。杜雨萌身子往后靠，对战一阳说道：“我也迷会儿，到家后你叫醒我们。”好，睡吧。杜雨萌偏头看了战一阳半晌，说道：“你咋能长得那么好看的，侧颜都迷死人不偿命。”战一阳轻笑：“是为了能配得上你。”他闭上了眼睛，不想再和战一阳聊下去。江城，凤家大宅的大门敞开。自从凤月死后，凤家大宅很少像今天下午这样敞开着大门的了。平时都是凤晴回来时才会打开一下大门，让凤晴开车入内。等到凤晴开车进了凤家大宅后，大门会随即关上。这个家，凤晴一向没有归宿感，她不是在亲生父母身边长大的，回到凤家大宅生活的时间也只有2-3年。主要是刚回来时，父母严重偏向凤若，兄嫂们对她也是表面情，让她在这个家里感受不到一点温暖，住着很不习惯的。碍于自己是凤月的亲生女儿，她只能忍耐着一切住了下来。故而凤晴对凤家大宅的感情并不深，没有兄长们对大宅有着深厚的感情。哪怕他们知道凤家大宅不是他们能住一辈子的家，但他们在这里出生成长，婚后也都住在这里，住了30-40年，说没有感情那是假的。他们觉得是凤晴要将他们的家拱手让人。江城昨夜下了年后的第1场雪，到处都一片白，地上的积雪已经被佣人们铲开，方便大家开车出入。凤晴今天穿了一身的红衣，披着一件红色的狐裘披风，站在大宅的门口。方瑶则是一身的黑衣，陪着凤晴一起。片刻后，数辆车缓缓驶过来，最后停在了凤家大宅的门口。为首的保镖车，车门打开，车上的保镖全都下了车。很快，海玲从第2辆车上走下来。海玲，你来了。凤晴笑着往前走去。海玲看着走过来的她，脸上也有着笑意，人跟着走去。很快，2个人便面对面了，双方都停了下来。海玲上下打量着凤晴，笑着夸赞：“凤晴，今天的你好惊艳，你穿着红色的衣服，被这天地的白色烘托得特别的漂亮。”凤晴笑：“平时的我不漂亮吗？”“漂亮，但今天特别的漂亮。”“方先生，你说，今天的凤晴是不是特别的漂亮？有没有将你迷得神魂颠倒的？”海玲最后那句话带着调侃打趣的意味。方瑶看凤晴的眼神满是光，他温沉地说道：“在我的眼里，小姐一直都是最美的那个，不管小姐穿什么颜色的衣服，
在方瑶的眼里都很漂亮，她都被迷得神魂颠倒。凤晴嗔着海玲：“海玲，你是越来越放肆了，我好歹是你的长辈，你这样调侃你的长辈，没大没小的。”说着，他上前2步，亲热地挽住了海玲的手臂，对海玲说道：“走吧，我带你进去。你东西都收拾好带过来了吗？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，是你的地盘了。我请了族里的长辈们，今晚过来吃饭，好好的商量一下，挑一个好日子。你带领全族的人去祭祖，就算完成了家主交接工作了。只要海玲带着全族的人去祭祖，完成了交接工作以后，他便是江城凤家新任家主。”2个人边往大宅里走边说话，方瑶以及海玲的保镖团跟在后面。海玲的保镖团以阿七为首，年前他被他家大少爷正式转给了海玲姐，不过海玲姐给他的薪资待遇更高，还说帮他留意一下有没有好女孩，给他介绍一个。原本被大少爷转让出来，阿七有点难过的，听海玲姐说能帮他解决人生大事，阿七就一点都不难过了，美滋滋的跟着海玲姐混了。江城还挺多美女的，以前阿七等人没有谈恋爱，是因为他们都是大少爷的贴身保镖，整天跟在大少爷的身边，很多人就想利用他们来接近大少爷，故而阿七等人都不敢恋爱，怕被有心之人利用了。见证了大少爷以及其他几位少爷轰轰烈烈的爱情后，阿七也想尝尝爱情的滋味，家里老母亲也3不5时就催一催婚。凤晴不着急的，公司的事我都还没有完全弄懂，还有很多地方都不懂的，等我上手了再说吧。海玲并不着急接管凤家的一切，凤氏集团虽说不如前了，但也比海玲自己经营的那些公司酒楼要大很多，况且凤氏集团经营了那么多年，还留下很多历史问题，需要他和凤晴联手共同去解决的。凤晴以为他是担心接过家主之位后就要独自撑着凤氏了，便笑道：“我还会继续帮助你，直到你完全能接手，我才会离开。”他花了2、3年的时间来了解经营凤氏的一切，是比海玲经验更加的充足。海玲过来江城的时间都不长，也就几个月，而且他刚来江城时都是忙着他新公司的事，对凤氏家族的一切知道的都不多。凤月还活着时，最防着就是海玲，又岂会让海玲了解凤氏的一切？现在海玲的确是2眼一抹黑，很多地方都不懂的。我知道你不会太快离开，但我还什么都不懂，现在接管一切也难以服众，等我熟悉一点了再说吧。清明就等清明吧，清明我带领整个凤氏家族的人去祭祖，现在离清明还有1、2个月的时间，这段时间给海玲缓冲一下。清明呀，清明你带着族人一起去祭祖没问题，但不要在清明这一天接过家主之位。可以这样，先挑个日子，咱们正式交接一下，然后等到清明你再带着大家去祭祖，怎么样？海来想了想后说道：“也行。”他对凤晴说道：“凤晴，你能留下1年半载吗？不用天天待在公司里，你可以花时间去处理你的事情。”凤晴笑：“看情况吧，等你上手了，彤彤快要生了吧？那我就等彤彤生了宝宝，孩子满月后，我去喝了满月酒再走。她现在怀孕7个多月吧，离预产期还有2个多月。不过预产期只是一个大概的日子，很多人都会提前，也有人推后，提前的居多吧。海玲也希望在妹妹生娃之前，她能够上手，这样她还能腾出时间回管城去。妹妹生孩子时，她肯定要守着，要等妹妹出院回家坐月子了，她再回江城。满月时，她就和凤晴一起回管城喝满月酒。2个人边说边往里走，进了华丽的主屋，2个人双双在沙发前坐下。海玲的保镖团只有阿七跟着进屋，其他人都留在屋门口。
就是陆家的保镖都越不过阿七去。人家阿七可是深得他家大少奶奶的信任，特意安排他跟在海玲姐身边的。而且这么多保镖当中，就属他认识海玲的时间最长。方瑶已经去给凤晴和海玲倒水、拿水果了。他本就是凤晴的全能助理，如今两个人基本上都是形影不离的了。凤晴，你给我滚出来！外面传来了叫喊声，屋里的人都听到了那一声声的叫喊，是凤晴的3个哥哥来了。有凤晴的吩咐，郑一帆兄弟3人如今不能自由出入凤家大宅。以前他们的东西也是由凤晴让人收拾送过去给他们的，防着他们会搬空凤家大宅。不过如今凤家大宅的人全部被换过了，以前凤月留下来的人没有一个能够留在大宅里。大宅里的人是商太太、海玲以及凤晴精挑细选进来的。凤晴插手比较少，只挑了几个人。她跟海玲说了，等海玲住进来后，她挑的几个人若是海玲用的不顺手，可以辞了。你3个哥哥又来闹你了。海玲说道，需要我出去赶他们走吗？你怎么说都是他们的亲妹妹，多少要顾及一点手足情，也不要做得太绝了。万一以后想走动，连个台阶都没有。凤晴说道，我和他们有什么手足情？他们是处于劣势而已，但凡他们强势，我处于劣势，早就重新投胎了，他们就不会让我活着，不会让我回到凤家，不会让我和凤若调换回来。他们宁愿一直错下去，也不愿意我这个亲妹妹回来。虽说我和他们才是亲兄妹，但手足情也要培养的。我错过了和他们培养手足情的时候，在我回来后，他们的心完完全全偏向凤若，他们恨不得我死。等我离开了江城，除了每个月会给我爸一点生活费，不想给也行。我妈留下的遗嘱是让我3个哥哥给她养老的，我是不会和3个哥哥再来往的，断亲。凤晴说着，端起了方瑶倒给她的那杯温开水，先喝了半杯温开水，放下杯子后，人跟着起身，我出去看看。我陪你。海玲也跟着出去。郑一帆兄弟3个的车停在凤家大宅的门口，兄弟3个站在门前，冲着屋里大喊大叫，大声咒骂着凤晴不得好死，骂凤晴将他们的家拱手让人。族里有些人家里离大宅不远，听到吵闹声，不顾屋外寒冷，穿得厚厚的跑出来，不远不近的站了一堆看热闹。凤晴，你真要让海玲搬进去住？郑一帆看到妹妹出来了，冲着妹妹大声叫喊，你凭什么做这样的主？妈同意你这样做，你问过我们了吗？这是我们的家，不是你凤晴一个人的，你无权做主。姓海的，我告诉你，这栋大别墅是我们的家，是我们的家，你住进去就是霸占别人的房子。海玲和凤晴走近，海玲指了指她的保镖团，似笑非笑地对郑一帆兄弟3人说道，你们看看我的保镖在做什么，搬东西，帮我搬东西。我有家，以后就住在自己家里，不想再住酒店了。凤家就是我的家，以后凤氏的一切都由我接管，我将会成为凤氏家族的掌舵人。开会的时候，3位郑先生也在场，多少都听了点。郑一帆气恨的道，不算数，那不算数。凤氏是我们家的，我妈是家主，凤氏是我们凤家的。海玲笑，你妈已经死了，她不再是家主，况且她这个家主本就来的名不正言不顺的。凤氏是你们家的。郑先生，你忙了自己姓什么吗？郑先生并不姓凤，哪怕你能随母姓，但你是个男人，凤家的一切依旧与你无关。郑家3兄弟被驳得哑了口，见凤晴就静静地看着他们，神色冰冷，一声不吭的。郑一帆杀心顿起，连同海玲他都想杀了，他要想办法把这2个碍眼的女人宰了，然后他学着母亲那样上位，改写凤家的家规。
凤晴，郑一帆黑着脸，严肃地叫着凤晴。他冷冷地问：我再问你一次，你真的要将凤氏的一切拱手让给海玲？这可是妈一辈子的心血。你若是不想守着，可以将凤氏的一切交给我们，我们很乐意接管一切，不想让妈一辈子的心血成为他人嫁衣。凤晴正视着大哥，答道：大哥，我说过无数次，凤氏本就该是海玲他们这一脉接管的，咱妈是抢来的，抢来的终究不是自己的。妈临死前怕是也后悔了吧？如今我们这一脉人心尽失，就算不让海玲上位，你以为就能轮到你吗？族里那么多的年轻女人，她们都想成为那个幸运儿，与其落在她们手里，还不如将一切都还给大姨的后代。我相信海玲能够胜任家主一职，如今大家也都倾向海玲，愿意接受海玲成为他们的家主，带领着凤氏家族走出困境，重回巅峰。海玲背后靠山多，个个都是实力派的大家族，就是在江城这边都有乔家之称。乔家在江城的地位等同战家在管城的地位。郑一帆咬咬牙说道：凤晴，既然你执迷不悟，那我们也没什么好说的了。从今天开始，咱们不再是兄妹，以后就不要怪我们对你不客气了。说完也不等凤晴说话，他对两个弟弟说道：我们走。大哥。郑一帆扫了两个弟弟一眼，厉声说道：我们走，不要让他们赶我们走。两个弟弟不敢再说什么，看着大哥回到车上，很快开车离开。他们也跟着上车，开着他们的车跟上大哥的车子。郑一帆一直开，一直开，是往老家开去。老父亲如今在老家，两个弟弟不解，却没有机会问，只能跟着走。等回到郑家老宅时，已经是傍晚。郑华已经用过了晚饭，坐在沙发上看电视。在老宅里，虽说没有凤家大宅那般豪华，占地平方也不够大，不过相对于左邻右舍来说，郑家老宅算是很豪华的了。一栋自建的别墅，带着前后院，当然院子会小很多，足够郑华种花、养草。儿女们定期给他转生活费。郑华的老年生活在这附近算是最好的了，以前的邻里时不时过来串串门，小日子比他在凤家大宅过得要舒适自在。主要这是他的家，他在这里有归宿感。凤家大宅再大再豪华，那都不是他的家，他不过是依附着凤月生活。别说他了，就是凤月，一旦未能将家主之位交给女儿，他活着时也会搬出凤家大宅的，因为新任家主要带着家人搬进去，新任家主也会结婚生儿育女。凤家大宅是太多人的回忆，太多人的家。郑华也请了2个阿姨帮他干家务活，反正儿女有钱，他的兄弟姐妹混得也不错，虽然无法跟江城的那些大家族相比，但在小地方算很好的了。郑氏家族能维持着这样的体面，都是他牺牲了婚姻，牺牲了自由，甚至自残换来的。从他回老家养老开始，他的兄弟姐妹、侄儿女们对他也很好，3不5时就买东西过来看他，陪他聊聊天，吃饭，热情得很。郑华心里明白，其实他们还是冲着凤晴来的，因为凤晴是他的亲生女儿。他们以为凤晴会接管凤氏家族，那他就会成为凤家的老爷子，比以前更加的威风。凤氏家族内部的问题，郑华并没有告诉老家的亲戚，说了也没有用，他们又帮不上忙。郑华更怕自己说了，如今围在身边的亲戚朋友都会离他远远的。他喜欢现在这种热热闹闹的日子。老爷子，3位少爷回来了。保姆进屋告诉郑华，郑华要求保姆阿姨称呼他老爷子，没有凤月压制他了，他要尝尝当老爷子的滋味。他们又回来做什么？郑华皱着眉说道，叫他们不要回去，在老家发展，他们又不乐意。回去了又3天2头跑回来，就只有他们3兄的回来吗？
郑华还念着他的孙儿女们，他的孙儿女们大概也知道事情的真相了吧？年纪大一点的，都对凤晴这个亲姑姑还有海玲他们恨得牙痒痒的。年纪小的什么都不懂，还好一点。长子的儿女跟着长媳一起生活，他们离了婚，有长媳看着教导着，想必将来能在江城立足的。只要不教孩子们去报复、去报仇什么的，以管成那些人的雅量不会为难他们的。他们能像普通人那样毕业后找份工作，过着朝九晚五的打工生活。只有3位少爷回来。郑华嘀嘀咕咕的，他是一保姆去做事，他也不动，等着3个儿子进来。很快，郑一帆兄弟3个进了屋，看到保姆在屋里做事。郑一帆对保姆说道：“阿姨，你到外面做事，我们有些话想和我爸说说。”好。保姆知道这些有钱人很注重隐私，说什么都不想让他们这些人知道。等保姆出去了，郑一帆带着2个弟弟走到父亲的身边，各自找了个位置坐下。爸。郑华扭头看看他们3个，讽刺地道：“咋的，被你们妹妹赶出来了吧？这才开年不久呢，你们兴冲冲的回去开工，不讨好吧？跟你们说了多少次，不要再回江城市区，就在咱们老家发展，以你们现在拥有的财富，在老家随便都能过着好日子，多买几栋楼、几间商铺收租，就是靠着收租也能过日子。凤家你们就不要再奢想了，那不是我们的，就是你妈活着都不是你们的。凤家的规矩都维持了100余年，凭你们3个想改，做梦去吧。看看咱们家也是别墅，也有前后院，虽说不如凤家大宅豪华，不如人家的那么大，可这是咱们的家呀，爸在这里才有归宿感。”郑一帆沉默了片刻后，低沉的开口：“爸，我想除掉凤晴和海玲，郑老2和郑老3，你看我，我看你的，他们也恨得牙痒痒的，恨不得妹妹和海玲去死。但真让他们去除掉他们会退缩，